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中放下间谍气球事件恢复接触，相信美国善意就先输了。5月12日，美国白宫高官说，中美同意有必要放下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间谍气球事件，并恢复正常沟通渠道以稳定两国关系。全球都知道，2月4日，美国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后，这一事件导致中美关系再度恶化。中国随后终止了与美国的联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提议与中国防长通电话，遭到中国拒绝。美国现在之所以全面要求中国与美国恢复和保持高层接触，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了接触，美国就摸不到中国的底了，搞不清中国到底有什么打算，中国的底线是什么，而美国却又把中国确定为第一对手在对抗。兵家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美国在过去几个月最焦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因此中断了与美方的接触交流，这是美国情报战的最后一环。关于这一点，我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的情报战。美国对外情报战的基本渠道主要是4个方面：人力情报、信号情报、网络情报、外交情报。人力情报一方面是美国自己派遣情报人员以各种方式和名义进入他国直接收集情报，另一方面更主要，那就是收买策反他国的各领域人员，向美国提供情报，比如先聘请中国学者为教授、研究员、访问学者，再设法进行策反收买，比如在中国开公司，以业务方式收买策反各领域人员，让他们为美国收集和提供情报，比如收买司法系统的人员，搞乱中国的立法和胡乱判决，打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比如收买公知，搞乱中国人的价值观，炒作甚至故意制造热点事件，煽动社会对立与仇恨，比如收买教授，传播错误观点和价值观等等。前不久，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在北京和上海2家美国咨询企业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据称涉嫌间谍案的人数非常惊人。信号情报就是采取各种科技手段截获通信信号进行破解，窃取他国机密，这就是美军侦察机总是抵近甚至侵入中国领空的目的。网络情报最普通的手段就是黑客入侵，还有就是外交情报，设法促成中美两国各领域的高层接触，然后从中方在接触中的一些主张、观点和说法，或直接作为情报，或用来核验美国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窃取的情报。如果与中国中断了高层接触，核验这一关就失去了。美国对中国有什么打算，底线是什么就摸不清了，还怎么针对中国呢？这就是美国要求高层接触的根本动机。除此之外，也有直接向中国释放虚假信息，误导中国做出错误决策的目的。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开始响应美国恢复接触的呼吁了。我们都是局外人，不了解内幕，只能拭目以待。但我相信，中美关系绝无可能通过高层接触就能变好。日韩两国已经与北约联手，美国带着北约正准备朝着日韩而来，试图形成插手台海的最新超级联盟。如果相信美国与中国保持高层接触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接触可以，相信美国所谓善意，我们首先就输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